想象一下，你乘着独木舟从夏威夷出发，前往几千公里以外，位于太平洋中央的一座小岛。太平洋的面积超过1.6亿平方公里，比地球所有陆地面积的总和还要大。几千年来，波利尼西亚航海者在没有现代航海仪器辅助的情况下，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航行。古代波利尼西亚人使用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行星、洋流和云来导航。他们把海洋视为一系列的路径，而不是障碍。公元前1500年左右，最早前往波利尼西亚群岛定居的人从东南亚起航。最后，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在超过400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的广袤岛屿上定居下来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，那些航海者通过不断迁徙来避免人口过度拥挤，另一些则认为他们是因战争而被迫迁徙。到了公元1300年左右，波利尼西亚人逐渐在一些地方扎根生活，减少了航行次数。在航海盛行时期，成功的航行取决于很多因素，包括坚固的独木舟、航海者的技术和天气，而天气往往起到主要作用。航行离不开坚固的瓦克鲁瓦船，也叫双体船。这种船靠船帆驱动，使用一条大船桨掌舵。整个群落的人都会参与独木舟的制造，包括航海员、船匠、祭司、歌者和草裙舞者。航海者非常善于观察自然界，他们很熟悉信风导致的海浪，这种海浪通常会流向东北或东南方。白天，航海者可以通过船只的摇晃来辨认海浪的方向。不过，日出和日落更有用。根据太阳的位置，可以判断东西方向。通过日出日落时海面上的微光，可以直接观察海浪起伏。到夜晚，航海者会使用星象罗盘，这不是一个实体物件，而更像是一种心智地图。他们会牢记恒星和星座在一年内不同时期的起落位置，然后利用这些位置把天空分成4个象限，每个象限再细分为32个星宿，而独木舟则位于中央。举个例子，当看到 Pira-Atia 星从海上升起时，他们知道那是东北方。还有些其他诀窍，地轴指向 Okupas 星，也就是北极星。地球自转时，北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固定不变，而且永远指向北方。但在赤道之南看不到北极星，所以航海者在南半球会使用 Neve 星座，也叫南方十字座，或是运用一些诀窍来辨认南方。比如，在这2颗星之间画一条线，把这条线伸长 4.5 倍，再从那儿往天际线画一条直线，那就是南方。不过，天空中也有其他更靠近地面的导航物，那就是云朵。除了能辅助预测天气，在理想情况下，云朵也能显示陆地的存在。比如，太平洋环礁的泻湖会倒映在云朵的下层，如果你懂得观察，就能看见。通过大量云朵，也可以判断高山岛屿的存在。当航海者靠近目的地时，也可以通过其他线索推断陆地的距离，比如鸟儿的飞行模式、海上漂浮物或浮游植物，以及该地区的特有鱼种。例如，马诺库白旋鸥的飞行范围是190公里，航海者可跟随它们归岸。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部分是通过岩画、欧洲探险家的观察报告，以及波利尼西亚人的口述传统。此外，我们也曾亲自试验。2017年，一艘名为 Hokulia 的航海独木舟，仅使用这些技术便成功完成了环球航行。如果你对此感到惊叹，别忘记古老的波利尼西亚人，他们与大自然保持密切关系，通过仔细观察，在伸展宽广又生气盎然的泱泱大洋上开拓了这些海上路径。如果您对学习历史怀有热忱，欢迎订阅此频道，因为历史中得来的教训能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挑战。